這皮膚價格比這台機器都貴。我用纵微立方 P1 打印了一个实心的阿狸模型，料槽和打印板都能替换成左右分開的形式，同時打印2種完全不同的耗材。 支持高達8000 CPS 粘度的耗材打印，快拆設計，凸點離心技術，多重 AI 監測，支持雙組分打印的一台消費級桌面光刻化機型，它就是縱微立方 P1。 不少朋友也關注到了這台機器近期的發售信息，留言問它到底怎麼樣。今天就來分享一下 P1 的實際使用體驗，也不賣關子啊，咱們直接看它的價格，定位在2600到3000元檔位，有3個組合方式，本身主機都是一樣，只是料槽和打印平台可以根據你的打印需求去更換。本期先從開箱分享一下標準版的使用體驗。Anycubic Photon P1 光刻化設備的開箱都非常簡單啊，一體結構，你只需要把泡沫取出來，成型平台往上面一安，可以看到料槽和成型平台也都給到了快拆結構，後期使用會非常方便，也不用擔心對不準的問題。 這台機器的電源就在側邊，直接長按。機器內置了很多傳感器，可以看到開機已經檢測了打印平台和料槽是否已經安裝，都是正常狀態才能開始打印。這兒選項單料打印、雙料打印，等之後雙料盒到了，有機會再跟大家分享一下雙料盒打印。今天我們就先用這個常規的單料打印。這塊屏幕它是一塊電阻屏，注意不是電容屏，這怎麼還反向升級了？還真不是。如果你玩過打印，你就知道打印的時候那個操作環境是相對比較狼狽的，大多時候都是戴着防護手套去操作的，甚至有時候手沾了液體可能用關節去操作。如果是電容屏，這樣操作可能有時候就會沒有反應，而電阻屏是根據你的按壓去反饋的，所以你在實際操作的時候，可能手上沾了樹脂或者酒精，你隨便拿一個旁邊的工具，用工具去點。 去操作都是沒有問題的，就會更加方便，非常準確。我墊張紙去點它也 OK， 是真的使用環境做出了專門設計。不過對這屏幕有個小遺憾，就是如果你這機器不是放在桌上去使用，而放在地上使用的時候，你觀看和操作會稍微有點麻煩。如果能升級成旋轉屏幕就更好了，可以通過電腦 WiFi 發送，也可以插 U 盤去操作，也可以綁定賬戶雲端手機去操作。這邊曝光檢測去檢測屏幕是否有異常，然後料盒的清理，可以看到這兒明顯的左右屏幕是可以分別去亮的。比如後期切換為雙料盒，你可以直接使用其中一個料盒。我打印小零件的時候用小料盒，打印大模型我就用標準版大料盒完整去打印。不用說，我要打印小模型也需要填滿整個大料盒來打印，能比較高效的利用樹脂。高級功能裡邊有更多的選項，開機設備會自動完成調頻，而這兒還提供了一個輔助的調頻。可以看到這4個點有4個傳感器視數，對應它們不同的受力。我們可以用 L 型扳手去調整這4個角，根據視數的變化來讓它保持水平。其實設備現在已經符合調頻的一個標準了，所以我也不用擰，直接點完成就可以。這邊也監測了設備的一個狀態，讓你更清楚設備各部分的使用量。還有一些功能是針對高性能工業級耗材做出的升級，但這類樹脂一般都粘度極高。日常我們用來打印模型的樹脂，例如珠寶的樹脂、BJD 樹脂，它的粘稠度在200到500 CPS。3D 打印錘子這樣高強度的功能件，材料粘度達到6000 CPS。商品級的3D 打印鏤空鞋，材料粘度達到了8000 CPS， 相差了幾十倍，對打印機打印過程當中的拉力是巨大的一個考驗。P1 依靠工業級的滾珠絲桿加強力電機，官方給出的數據是它能支持到8000 CPS 的樹脂打印。為了駕馭這樣的高粘稠度樹脂，光有勁兒還不夠。P1 給料槽配備了主動加熱，最高能恆溫在40度，這樣讓樹脂能保持最佳的流動性。尤其在冬天，這也是保證打印成功率的一個必備條件。它還採用了一種凸點離形的設計，可以看到屏幕上它並不是像玻璃板一樣平面的反光，而是有很多均勻分布的小點兒。數據表明它能降低超過60%的離形力，進一步確保了每一層都能穩定剝離。配合動態離形 3.0 以及滅燈補償 3.0， 系統會根據每一層的情況來調整脫模的動作，以及打印大截面尺寸的模型的時候，根據每一層的曝光面積來進行滅燈補償，確保曝光時間的精確，來進一步確保每一層都能穩定剝離。這屏幕以下的核心光源用的 Light Turbo 4.0， 照度均勻度超過92%，意味着你在這打印平台上無論放多少個模型，邊緣和中心的固化質量都能保持一致。這對於小批量制作想保持一致性會非常有用。我為了暴力測試，直接打印了一個大尺寸的實心模型，雖然模型進行了拆件，但是完全沒有做抽殼處理，它也一次的穩穩成型。機身內側有個攝像頭，除了拍攝延時攝影，還能進行實時的 AI 檢測，再結合機器內多個傳感器，它能監控料槽內耗材的餘量，檢測平台是否異常，識別料槽內是否有異物等等。一旦有風險，就會自動報警，這能極大避免因操作疏忽導致的打印失敗。更重要的是，能防止裡邊意外掉落的碎渣在打印的過程當中硌壞底下這塊屏幕，給機器的安全使用上了一道保險。其他體驗還有很多加分的細節，打印完的平台可以卡在機身側面瀝乾樹脂，省料又整潔，同時也能節約你清洗時候酒精的消耗量。機蓋支持45度以上任意懸停，取模型操作會更方便。機器後方預留了接口，能直接連接官方的空氣淨化器。動手能力強的朋友也可以 DIY 一個排風系統接上，可以讓你更加無味兒、安全的使用 3D 打印機。那你說我日常主要就是打印模型，我用不上那些工業級的高粘稠度樹脂，這設備的能力是不是就浪費了？普通玩家用得上嗎？非常有用。打印機
擊能力越强，对应的它的容錯能力也越强。你不需要再为保打印成功而过度的反复摆盘、支撑設計以及抽殼。对於追求穩定、高效、想探索材料邊界的玩家來說，它是一個非常具有針對性而且高性價比的新選擇。這模型底盤是 FDM PLA 打的，反而沒啥重量，上面整體都是光固化打印的。模型整體重量867.5克，還不包含之前支撐的重量。對於雙料槽和雙組分的打印，後邊有時間做深入測試之後再跟大家做分享。也希望各位可以多多點讚、關注、支持一下，我會分享更多好玩的3D打印相關內容。那咱們下期見。